大姐姐，这就是我们要买的胭脂。如今还不是，等制成了就是了。鲜花娇贵，每日的消耗不在少数。我们把这些残花和花瓣带回家中，捣成栀子，自己蒸晒调配。等制成了之后，攒上1个月也够店里卖了。这样还省去了每月买现成的香料和香粉，本钱可以省下一大笔。少夫人，我还以为是你订的胭脂到货了，喊我们过来搬运呢。那样的话，辛苦这一下子也就完事儿了。没想到是这样。我年纪大了，不要脸面。可是玉照跟玉英那可是你的亲妹妹呀，这一大清早抛头露面的出来做苦力，这以后还怎么嫁人？就算是使唤奴才，这月钱也得单算吧。娘，我愿意做。姨娘说什么呢？怎么就叫使唤奴才？我就是打个比方啊。好，既然姨娘想跟我算账，那我们就好好算清楚。如今，天下的粮食都在被人疯抢，幽州是最稳当的地方。昨日1斗米已经卖到了300文，就连最贱价的洋下水也要260文1斤，加上果品、菜蔬、油盐酱醋，姨娘和2位妹妹每日至少要30文花销，每个人每个月就是1两银子。这还没有算穿的衣裳和住的地方。可是我们顾家比不上从前了，养不起闲人，就连我和九思都要每日出去做工，谁不是日夜劳苦？怎么就姨娘觉得委屈？若是姨娘花些力气就觉得吃亏了，大可以离了顾家。看看在幽州要花上多少力气，才能攒够1个月生计的银子。少夫人，你看看，我也没说什么呀，怎么惹出你这一车子话来了？映红木兰，咱们抓紧搬货吧，晌午之前还要给各家送过去。愣着干什么？帮忙啊，省得人家又说咱们吃闲饭。娘，您来啦。我记着要把这些红色的花瓣搅出姜汁，再加清水，用细沙包着搅出黄汁，然后呢，放进沤酸了的淘米水里淘洗，如是反复多次，这样搅出来的胭脂啊，纯正匀净，不揉杂色。娘记性真好，一点都没记错。我们顾家当年发家就是靠的胭脂铺啊，那时候我请来了扬州城里手艺最好的师傅，一边跟他商量，一边尝试，改了好多次，最终才得出了一整套方子，像什么画眉的烟末啦，擦脸的霜粉，还有点唇的口脂，全在这方子里。哎呀，想来那都是20年前的事儿了。娘，我们如今用的就是您留在账房里的老方子。世人都说苏州胭脂，扬州粉，我们苏阳的师傅手艺独到，心思细巧，就是那些用料也没有寻常的铅粉，用的都是珍珠、棒粉、蜂蜡、麝香，这份细致是外府人琢磨不来的，就是太费成本了。若是生意好也就罢了，要是生意不好，那我把心放宽，尽管去做，人力做到10分，剩下的皆是天意。知道了，娘。辛苦了这么久，咱们家这铺子可算是要开张了。咱们家铺子那是顾家的铺子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上杆子咱们家。娘，大姐姐说了，等开了张还叫咱们来帮忙，到时候挨月给月钱。月钱能有多少钱啊？就把你给买过来了，那是拿你当长工用的。他还说了，咱们都出了力气，等铺子赢了利，年底给咱们算账分红呢。
真这么说的？啊，真的。哎呦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来，你看看你，要仔细点擦，这都是自己家买卖啊，干活啊！哎呀，自己家的买卖，要不早说，真的是。